北投寺已经是最近的了，最近来回也得1天。我不像你，你有爹有妈，你有哥你有姐，我没有，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他要离我远了，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你激恼啥呢？我说不管光明了吗？我不是千手观音，你不得让我想想吗？小舅母，哎，妈，月月，你不喝粥啦？吵架啦？我不好。你和他吵架了？他是谁？你们怎么说的？没说。那您晚上不睡觉，搁外边坐了一夜，跟你没关系。快站那儿。儿子，你15了啊，在旧社会，15岁都能当爹了。我确实什么都懂，而且我还懂得，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这事儿，他是谁？我爸。他永远是你爸，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，你记住没？我感激他，特别感激，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。瞒你是为你好。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，我现在15了，为啥还瞒呢？况且妈，咋能瞒得住我？他能去找我，他就能去找我爸。陈娟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直接找了孩子，你缺不缺德？楠楠现在是什么楠楠意见？听我的，我前世欠考虑，
是我不对，但是斌子那天1天8个电话催着我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你看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。另外，北陀寺那边，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。你还去找光明了？找了，碰钉子了？碰了。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，你可真是人。帮助光明，我是真心的。说句真心话，我虽然没有孩子，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个人。我妈还在的时候，经常就说，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。可现在问题就是，现在你想让2个孩子都跟着你，那周炳坤怎么想？周家怎么想？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，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？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？这么些年了，你们一直瞒着楠楠，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？不光彩的是骆世斌。对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。但我要说句公道话，那么多年了，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。那就犯罪，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，怪我了。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相反，还要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他没有这个孩子。他没有这个儿子。娟儿，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？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，他前途无量的。炳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，周家出了2个北大的学生。是的，在国内，北大就是天儿了。但是放眼国外，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。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？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在你们看来，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，从来没有工作过，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，不该有自己的主意。错了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最有的就是自己。只有有了自己，天就不会塌。所以这件事儿，周炳坤说了不算，罗世斌说了更不算。周楠还没有成年，他说了也不算，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。陈娟儿，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。那你就去告诉他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，我就告诉周楠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炳坤哥，你咋来了？啊，到市里开个会，过来转一圈。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？这还没碰着我哥呢。哎呀，是，你们啊都是忙人，人呐，太忙了不好，太闲了啊更不好。为啥呢？无事生非。这从前吧，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喊累，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。这成天歪在那个炕上抽烟，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弹的。现在呢，没班上了，饭还是不做，还得我做呀？为啥呀？这不就是没班上，在家里憋屈，心情不好吗？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呀。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。哎呀，想想我心都寒呀。行，
过2天我找国庆聊聊。不是这事儿，你得给你哥说说。倩姐，炳坤哥那么忙，2摊子事儿呢，你容他个空吧。闭嘴！有你说话的份儿，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。瞅瞅我这个记性，哎呦，10点半让我交书单子，我都给忘了没影了。我先上库房啊，你想着点这事儿。哎，你哥咋样啊？还行吧，天天上27星街蹲着等活儿，那活儿多吗？隔3差5吧。啊，我们要是牵手关系就好。你等于已经帮他了，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1半多，准确的说4/5。行，你哥没白疼你。哎，明儿你多大了？今年23，那该处对象了，有相中的吗？有了。是吧？我认识吗？谁呀？对方啥态度？他还不知道呢。那不傻帽吗？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，回头我替你说。真的？真的？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。不能。你说你条件这么好，要长相有长相，是吧？要文化有文化，而且性情也好，咋看不上你啊？那傻帽谁？我跟他说。好吧，炳坤哥，我找你说点事儿。你回家说吧。事儿有点急。那说。不方便。啊，我走。走啥呀？那上班时间，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？待着。嫂子。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，要不我知道他有事儿，都有事儿，都找我，我能咋办？我哥能咋办？咋解决？炳坤哥，啥事儿啊？我们能不能？哎呀，你们也解决不了。流血了，先洗吧。我来。好的。您几位？啊。有小孩儿，那就6点半到7点，我给您留着。好。好嘞，嗯。同志。您几位？怎么了？不认识了？
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？不在。那您这是荣归故里？荣字儿担不起。我在深圳，骆士兵的助手。啊？怎么了？郑娟儿没跟你说起吗？说什么？骆士兵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。我找你说点事儿，事儿有点急。姐，先吃饭。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？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？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，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。早上就没吃饭，吃着说。我还真是饿了。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？好像是。上会儿是真的慌了，现在回想，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，守不住一个定字。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，未定时最难，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。最坏的结果，强过不知道结果。失去师父，就是最坏结果。反正你哪儿都不准去，除非你跟姐回家。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，但还是有一点儿，再加上上头拨的款，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儿，日常用度上省着点儿，维持2年。还要再省着点儿。你还要怎么省啊？你再省下去，你都成人干了。姐，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说说你的事儿。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，但我也知道，夫妻2人要患难与共。你跟姐夫夫妻10几年，遇到再大的事儿，只要你们俩一条心，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。所以，听我的，吃完了就立刻回去。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。孩子是听妈妈的，他妈妈呢，是听你的。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。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。楠楠这孩子也是，一个字儿不跟我说。坤总，喝点茶。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。谢谢。再帮我拿包烟。啊，好嘞，一会儿给您拿。坤总，您喝杯茶。李双华啊，你看你这手，埋汰不？哎呀，我洗来着。洗成这样，跟你说了多少回注意卫生，注意卫生。没洗干净。没洗干净有理是吗？下回再这样，别来了，出去。门带上。坤总这脾气有点大。早想把他开了，不是看他家里困难。不说他，说咱们事儿。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，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，说要回去就要回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换句话说，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，孩子要同意，郑娟要舍得，我没意见，我也没权利用。你有权利啊，楠楠身心健康，各方面都特别优秀，就是因为你。我一点关系没有，我天天上班还不着家。你要说孩子养得好，那是他妈养的；孩子优秀，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。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。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，
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。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。我有时也想，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、胆小怕事的性格，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？骆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，他非常感谢你。我来找你说点事儿。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，那时候你们正忙，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，没想到你也在啊。应该想到的。真没想到，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。我也不算一般人吧。现在知道了。宽儿，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？楠楠是咱俩的儿子，未婚先孕的。楠楠是骆士兵的孩子。骆士兵是谁？这事儿咋不早告啊？我去书店找你，就是想说这事儿。那也没说呀。孙小宁在，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？还是你根本没把孙小宁当外人？啥意思？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，你让我回家说。我说事儿有点急，你让我当着孙小宁的面说。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。孙小宁就在那儿啊。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，你还不让，一把抓住他的手。不是你啥意思啊？你真不知道啊？啥？行，我就当你不知道。孙小宁喜欢你，他爱你，他自己说的，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。不信你问他去。楠楠这事儿这么大，你不告诉我，然后你在这跟我扯有的没的，你不没事找事儿吗？行，就算孙小宁喜欢我，我喜不喜欢他？你问问呢？你不问，然后你憋在这儿，你生闷气吃干醋。我说之前我还纳闷了，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，年不年轻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真像人家说的，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，咋的也过不成一个，是吗？他出这么大事儿，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？你不跟我说，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。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？你要真跟别人好了，那是小事儿吗？我跟谁好了呀？那我以为孙小，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？你以为？真的，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。当时她生的时候，除了大夫，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。我比她亲妈抱的还早。水子流找我的时候，我都懵了。你说这么大事儿，你不告我，你把我当外人，根本就不理解我。就这事儿，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，你就不理解我，你也没想理解。我咋把你当外人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在你心里边，楠楠是你儿子，谁也夺不走。楠楠也不是我儿子，对吧？自私。我自私。自私。
不回来？呀，娟儿啊，这么晚了，你说你这是上哪儿了？哎，炳坤呢？你俩没在一块儿啊？他还没回来吗？没有呢。在后边吧。吵架了？没有，没吵架。哎，老张出去。这肯定是炳坤不对，我得说他，你看就回来。娟儿啊，这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啊，把话说开了就好了，别往心里头去，别憋在心里头，容易憋出病来呢。没事吧？真就犯了两次成了，你这没事嘛？肯定是他不好。娟儿啊，妈给你讲讲炳坤小时候的事儿呗。你知道从前呢，我跟你爸最看不好的就是炳坤。哎呀，小时候啊，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，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，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。你说我就寻思，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，营养不够？我是骗他呀，真骗他。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，这肯定说是先紧着他。妈就想啊，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。脑子挺好。后来你爸就说呀，你说这仨孩子，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，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？哎，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，老了，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，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。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？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，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呀。娟儿，妈，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太理解他。谁说的？都是他不好。那炳坤从小就没心没肺，也不用护着他。娟儿啊，你为这个家呀操心了多少，妈知道。妈年轻的时候，你爸总不在，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。你看你现在，老老小小的一家5口人，你爸一回来6口了，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，这手脚都不沾地儿。好，妈不哭了啊！这孩子，你看，那个星期天不说吧，还没人给发工资，炳坤工资都给我了，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，那能一样吗？一头是国家发的，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。国家发的工资光荣，那男人给的拿着不就不硬气吗？咱们干了这么多，又累又苦的，那咋还不硬气了呢？这事儿妈呀，寻思了一辈子，到了都没想明白。没事嘛，我没事。娟儿啊，有啥事跟妈说啊？妈心疼你。这个炳坤要是欺负你，你就跟妈说，回来我就削他。走，进屋吧，没事。走吧，走，进屋。睡得着吗？装！你别装听不见啊！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，遇到这么大事儿，你跟我2条心。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，你说啥呢？我说啥了我？你不说娟儿跟你有2心吗？有啥2心啊？这么多年了，那么多难事儿，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过2心呢？
这话说的吧，你这孩子。娟儿啊，哎，妈，咱不稀理他啊，有啥事你跟妈说，妈替你教训他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妈，没事儿。咋了？真没咋的，就贪了2句嘴。你说，你俩咋了？啥咋了嘛？没咋他这样啊？那不光明吗？那光明那寺着火了，烧了，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。光明没事吧？烧着了吗？没事儿，光明没事儿，就是寺庙着火了。哎呀，人没事不就没事吗？那寺庙是国家的，那上头总得管吧？你别急啊，别急。上头管呢，还给钱了。那妈知道了，是缺钱是吧？坤儿啊，你想想办法，你凑点钱。我咋想办法？看看咱家钱有多少，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。你看把娟急成啥了都。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。是啊，你跟你哥说，让他跟冬梅妈借呗。他工资高，这开销又少。不是，那你借了你还不还？是啊，这没事儿嘛。你别急啊，咱想办法。哎呀，对了，娟儿，咱不用借了，娟儿，妈还有个镯子呢，咱把那镯子卖了，卖了就行了。妈，不急不急，没事儿的。不行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儿，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。我上哪儿找活去？我国庆赶超，大老爷们都没活干，木材厂都黄了。木材厂黄了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你知道啥？别急啊！哎，光明的事你不该跟妈说，再让她跟着着急。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。对不起。娟儿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你没错。以后不管大事小事、好事坏事，你得告诉我，我是你男人，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得替咱俩扛着。您说这个小鹏，这没消息，你说怎么着？你给打个电话呀，给他。喂，哎，水厂长是吧？哎，回来了。现在呀，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。哎，对，哎，喂，水哥。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，郑娟一口咬定楠楠是周炳坤的种。啊？耍赖吗？女人要这么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毕竟孩子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，她说谁是爹，那谁就是爹。周炳坤的主意？那还真不是，
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，我一说他都懵了。你先回来吧。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，周炳坤说的，郑娟还是听的，你相信我的判断，我再去找他一趟。好。喂，里面有人叫彭先生吗？有。他在火车站晕倒了，我们送医院了。哪家医院？是人民医院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？骆总，蒋副厂长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用，我就跑了10几家工厂，好话都说尽了，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。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，晚上回去睡不着，干瞪眼到天亮。小鹏，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？我只销出去40吨，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！我们400多吨货，9个人加起来，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。40吨。嗯。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？3吨，还搭了4块钱烟钱，是吧？嗯，没什么经验。炳坤，咱不能耍赖呀！谁耍赖？你知道，这孩子不是你的，证据呢？嗯，我问你，童在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，他骆世明管过一天吗？那70几年那会儿，你送那35块钱，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？你说当年，那后来呢？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？这2天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。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，我觉得你更应该替她着想。你也明白，钱能给她更好的未来。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，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？跟我哥有啥关系？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，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，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？你们找我哥，你们坤儿给个数。哎，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？只要合适，都是生意。那我落伍了，我不做交易，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。别那么快做决定嘛，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，比如你哥。慢点，你妈还炒菜呢。这楠楠跟月儿咋还不回来？都放学多长时间了？你糊涂了吧？他俩不才是上学吗？吃饭吧。来，东东啊，这有奶奶给你加点菜。来，妈，你自己多吃点。来，哎。你想认他，是吗？但是你想去美国，对吧？月月，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。我知道，你有理想、有追求、有远见。你就别再笑话我了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，哥。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可我怕我妈伤心。那还用说吗？你走了，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。我也是。但是啊，如果去了美国，将来学到了知识，有了出息，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，对吧？
不早了，咱赶紧回家吧。周秉义不在家，还没下班。同志，您去那边走，你这自行车碍事儿。这小枝已经给他扎上了，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。没提要李松吧？用不着提，水哥就是水哥。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。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。水哥，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。水哥，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。我这边尽我的力，厂子那边呢？你觉得谁接班合适？厂里说呢，厂长走了，那就副厂长呗。民营企业没这个常理。我怕老蒋不愿意呀。之前说好了，完不成销售业绩，自动走人。巴斯厂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。咋才回来呀？水子流又来找我了。这还没完了，想都别想。俩都找我哥那儿去了。找你哥干啥呀？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，刚才我去找他，没找着。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。没事儿，我哥应该没问题，他应该站到我这边。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，是吧？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，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，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。你这活有点少啊。掏蚊子干嘛？掏蚊子干嘛？哎，这，哎，一个就够，一个就够，一个就够。你站过来，站你吧。说话呀你呀！你就要一个？那你马上抢一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你这举手不就完了吗？一样吗？那我不是和你上吗？你真行，你这再一天白干，真行。你去不一样。干啥呢？这怼来怼去的。大明瓜一个嘴，有活来了也不张嘴，那啥不是？咋的？那超不让你就高兴了？这样啊，再有活，咱俩一起往上抢，然后要一个人的话，就轮着来呗。今儿你，明儿我。行，那今天你行。赶紧去吧！这，哎，这磨唧唧的了。行。你这干啥去啊？我去军工厂路过。我们这也不争气，麻烦你不算，还麻烦你哥。啥呀？你去不是为国庆工作啊？不是，他的事儿办不了，我是去办别的事儿。啊。哎，咋的？你跟郑娟说小宁的事了？郑娟跟你说了？能不跟我说吗？我跟你讲，这回他跟我过不去，我跟你过不去啊！不是啥玩意儿？你说跟我媳妇儿说话，你还不通过我？小宁跟我说，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？我能出啥事儿啊？你瞅你，走了啊，走了。有没有用过的？哎，这是。坐下吧。说啥呀？看看新来的书记能说啥。等会儿。
我们通知的一些班组啊，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。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，都不爱开会呀。差不多了，开始吧。哎。说啥呀？我找周秉义，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。找周书记？哎，预约了吗？我是他弟，我叫周炳坤。哎，常主任你来了。炳坤？哎，常哥，来找你哥啊？啊，他在大礼堂开会呢。走，我带你去。走，哎，这边走，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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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咱们国家太大了，960万平方公里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，25个日本，人口呢，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。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，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，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，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，万一砸了呢？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。大道理少说，说点具体的。哼，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，说点具体的。我有个弟弟，亲弟弟。我弟弟啊，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，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。工厂倒闭了，工人失了业，失了业就没活干，没活干就没收入，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？我弟弟啊，就克服了种种困难，白手起家，自己创业，办了个书店，开了家饭馆。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，干的都不错。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，干啥不行啊？白手起家，鬼才信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周书记，我也想自己创业，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？对啊，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分享一下。这件事儿啊，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，他具体怎么干的，我回去问问他，问清楚了，再跟大伙儿说。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真没帮你弟弟？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，别说，说了他们也不相信。同志们，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，第一次见面嘛，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，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，讲得很全面。有宏观的，有微观，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。我想呢，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，结合周书记的讲话，怎么了？做个总结。我说3点：第一，我们每一个党员，你先在这儿，有点紧急情况。每一个干部，老杜，别闹了。是啊，命重要啊。让开，别过来。没看见啊？炸药，别伤着。老杜啊，你这是干啥呢？有话好好说呗。跟你说没用，去把厂领导叫来。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。等他们开完会，我不急。你想见哪个领导，我帮你叫。党委书记是一把手，让书记过来。老书记退了。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？叫什么周秉义？你让他过来。总之，人是要有精神的，有了精神，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，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。老书记，周书记，杜德海想自杀，他身上绑了炸药，指明要见你。走。这个杜德海啊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当过狙击手，立功无数。哎呀，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，很有研究，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。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，运动员用的枪啊，就出自他的手。对，前年啊，他查出了这个胃癌，不得已呢把胃切除了一大块。去年呢，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，他就把肝呢又切除一大块，在那边。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。多大了他？58。就在这个上面。杜师傅。
别人都站住，只许周书记过来，除了周书记，任何人不许过来。老海，我也不行啊。老书记啊，你已经退了，不管事儿了。杜师傅，那我能吗？闭上你的鸟嘴！你们政治部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。去把他家人找来。厂里就他一个人，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。周书记，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。你要是再不过来，我就懒得说了，我连遗言都不留。心里话。好啊，别，周书记，我愿意听心里话。周师傅，对不住啊，让您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，等着死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爱人是医生。这么说，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。那好啊，省事儿了。来，请坐。您坐。哎呀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您是战斗英雄，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？哎呀，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好了，不扯闲篇儿，说正事儿。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，韩国人还是日本人？都这么传，有可能，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。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：转产，我赞成；合资，我也赞成，但是坚决反对卖厂。我也是反对派，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。好，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：对改革开放，我是坚决拥护；对我们党，对我们厂的领导，我没有任何不满。我是爱党、爱国、爱厂。可是，为了我的病，厂里花了不少钱。我这心里都记着，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。可是我听说，咱们厂的党员、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，可我呢，为了治病，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。明知是绝症，就不该再填这个无底洞。可我又瞧不上上吊、喝药、摸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。我一个当过兵、打过仗的男人，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。杜师傅，作为一个党员，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，免得你我今后被动。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、自绝于人民的帽子，这既不是支持，还会对我的家属不利。我的话说完了。你可以走了，我陪着你。什么？那好啊，黄泉路上有人陪着，不会感到孤单了。哎呀，这俩人可别干傻事儿，怎么真把茬弄出来了？你可想好了，
你要是这么死，轻于鸿毛。你逼的。滚！你以为我吓唬你呢？你就装吧，别怪我，大家都看着呢，你自找的。放下，放下，别放下。你个王八蛋！你以为我开玩笑呢？啊！你想死到别地儿去！你坏我的好心儿！怎么样？要不然带走，带走，把老杜带去！带走，来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炳坤，你来这儿干啥呀？你疯了你！快叫车！你先别动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真没事啊？没事。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？我数着秒呢，准备数到10就把炸药扔了。我在兵团当过爆炮手，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。他那是军用导火索，10秒就爆。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找我啥事儿？找你。你是不是吃饱撑的？我找长哥。哎呀，别关！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聪聪啊，你去学习啊，奶奶弄就行了。我爱劳动。奶奶，我去看看谁来了。哦。大爷。哎，你爸呢？奶奶，大爷来了。啊，秉义。哎。哎。那个郑娟呢？嗨，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，她弟弟病了。啥病啊？不知道啊，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，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。你是下班了？哦，我路过来家看看。妈给你沏杯茶。别，妈你别忙活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哦。那个炳坤上班去了？啊，没有，他早上去上班了，然后又回来了，说头疼，屋里躺着呢。那我看看他去。哎。炳坤，你没事吧？你那啥厂子啊？平时就那样吗？小点声。过去他有多辉煌，现在就有多失落。你怎么样？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？有病啊！组织分配的，我不能不服从。你怎么样？妈说你头疼。我不说头疼，我说啥？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，被炸弹差点炸死啊！偶发事件。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100%。不是哥，下回你逞能之前，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？是，莽撞了。别干了，要不我就告诉妈，我告诉嫂子。你告诉谁都没用，组织分配的，我不干也得干，干也得干。你别老拿那些话唬弄老百姓，行不行？谁是组织？组织是谁？人。
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？你要不行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，命比脸重。哎，行，不说我了，说你，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我啥事儿？说。有人跟我说咋的？你不喜欢郑娟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跟谁说过？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，你有意见，你嫌弃她带个孩子，是不是？这话能跟外人说吗？那人谁呀？你说没说过吧？谁？水自流。跟你说也无所谓了，我弟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，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。哦。走，上医院。先说。走。别倔了。偶发事件，好好的走路上还有可能被车撞了，是不是？张大夫，怎么样啊？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，但是呢，不像是外伤所致的。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，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。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行，谢谢您啊，张大夫。是。好。那行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，我再把秉坤送回去。保险起见，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。你回去上班吧。不用吧，嫂子，咋还住院呢？没事，住啥院呢？行，听你嫂子的，听你嫂子的。住院干啥呀？听你嫂子的啊，听你嫂子的。走。喂，啊，冬梅姐，对，是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秉坤出事儿了，骑车摔了，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，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。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，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。哎呦，不行，我这11路也太慢了。你要不骑我车去？不用，别管了。喂，光字片派出所吗？啊，我找龚维泽啊。大哥，你咋进来的？喝酒喝多了呗，躺马路上睡着了，让车压的。哎呀，车压的，你少喝点酒啊。你咋整的？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。我没事儿，我就看热闹，让炮给崩了。大哥，你咋进来的？我让给打了。为啥呀？我喝酒瞅了别人2眼，他瞅我，问你瞅啥？我说瞅你咋的？然后我就让10来个人给打了。都喝酒，再少喝点酒就。哎，小宁儿，冬梅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，你让我看看。哦，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你坐。不是说颅内出血吗？怀疑，冬梅姐怀疑，其实没事，人家医生都说了，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，都不用住院。他不放心嘛，就让我在这儿住，没事。这热闹看的哈，当事人没事，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了，大哥都笑。
没事儿。哎，知道我为啥去兵工厂看我哥？为啥？上回咱俩不在书店，郑娟去找我那回，其实呢，他弟呀北陀寺出点困难，想找我哥，让我哥帮忙。我呢不想找我哥，你嫂子跟我生气了。但是你嫂子呢，是跟识大体顾大局的人，回家不提这事儿。但是你不提，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，对不对？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。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。你说他这不好了，我能好吗？对吧？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？他是咱家顶梁柱，是我心里边的主心骨，啊，我就找我哥去了嘛。像我妈说的，还挺对。哎呀，郑娟这种人呐，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，谁家呢有这种人，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，大人孩子都跟着好。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，但是呢，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。你看我妈说这话啊，老太太没读过书，但这话说的有诗意，而且说的呢还准。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。你说这你嫂子，那要是不要我了，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，是吧？哎，冰坤哥，你说是肉麻不？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那我走了。我看你好好的，啥事儿也没有。没事没事。那我走了。谁想您？你来啦？你那块手绢咋的都洗不出来了。到市场转了一圈，没找着天蓝色的。我想着你皮肤白，就买了一块绿色。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。我一直揣兜里呢，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。正好。嫂子，你命真好。妈，我就求您这一回了，行不行？行。怎么做？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？您一辈子都在官场。我一辈子在官场，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活呀。得了吧，要不是您帮忙，秉一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火坑、炸药包，别人躲都躲不及呢。我没安排秉一去军工厂啊，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。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？组织上安排秉一去军工厂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有什么道理？有能力，能担当。是，周秉一他是有能力有担当，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，他真敢把命豁出去？我回来了，爸。回来了。冬梅，哎，秉一，你自己先吃。
去吃饭。我不饿。那就下去坐着，脸上还得挂着笑。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。等吃完饭，我跟他谈谈。孙小妮哭了，咋的？不忍心了？也行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，就是这女的拒绝男的行，男的拒绝女的呀，太残忍了。男女是不平等哈。咋的？你后悔了？刚走不远。我给你叫回来。哎呀，行了，还真起来，你还真，我偷偷乐，是不是？行，咱说好了，娟儿啊，以后也不管发生啥事儿，咱俩谁也不瞒谁。没想瞒着你，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，我就对付，别让你心烦。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？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。我就是想试探一下。试探啥呀？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。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我烦你啊？你不会的。烫。咋的？你别看了，难看。啥难看呀？好看。好看啥呀？跟老树皮似的。呀，我说好看就好看，我说了算。这不说不想看。对不起。是我对不起。没问呢。光明咋样？就是突然晕了，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，倒也没啥大事，就说血压太低了。今天又晕一回，他们就捎信给我，让我去看看他。压力太大，管的事儿也多，管的人也多，还得接待呢上香的香客，几十人生计压他肩上。哎呀，心病，主要还是吃的太少。说一千道一万，钱闹了。熬一熬就过去了。你说咱那不买那平房，手里还有点闲钱。哎，要不咱把房子卖了，搬回老屋去，帮他熬过这2年。不行，那咋能行啊？咱这儿一家老小呢，再说我咋跟爸妈、跟孩子们解释啊？不行。嘿，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。虽然卖不了多少钱，那也能救救急，对吧？再说我妈走了以后，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。不行，赶超一家住着呢，现在2口子没工作，于洪糖厂刚黄，赶超木材厂也黄了，他现在在外头怕火。你看现在还有小宁这事儿，我咋开口啊？我说你们搬出去，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去？那你那个也不行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。国庆一家咋办？没事，熬一熬。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？比预想的困难，困难得多。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？我也没想到。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，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。
想不想走啊？要是想走的话，我来想办法。你不用管，就当不知道。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，勉强自己也干不好，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。冬梅吓坏了吧？我也吓坏了。不会吧，妈？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。现在是和平年代。是我大意了，以后不会了。还想继续干？情况基本搞清楚了，分2步走：一，提振精神，稳定队伍；二，因地制宜，找出改革的路子。稳定队伍、提振精神当然重要，可是与此同时呢，得解决大伙儿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，困难很多。当务之急，马上要入冬了，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。思路很清晰呀。所以，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。好，秉义啊，你们谈好了？秉义呀，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，到了冬天，一般老百姓家里，只要烧得上煤，屋里那个热的呀，穿衬衣都热，都得把窗户开开。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，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，可是到了也没能想出办法，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。可是现在呢，产煤大省，煤是越来越少，特别是优质煤呀，不光越来越低，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。可就是这样的差煤，还得全国统一调配。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，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，不能保证大钢铁厂、发电厂用煤，那工业就得瘫痪呐。工业塌了怎么办呢？国民经济就塌了呀！国民经济塌了以后，倒霉的是谁呀？还是老百姓啊！覆巢之下没完卵。先别说那些空的了，妈。这怎么是空的呀？妈说的是眼下的当务之急。妈，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？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。秉义，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，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。这里有3万多块钱，是我和你爸评完以后补发的工资，你拿去。妈，我知道您想帮我，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，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！天有不测风云啊！嗨，七老八十的人了，不测，又能不测到哪儿？这钱算我手里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，也不当吃不当喝的。你先拿去用，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。哎。哎呀，妈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，这点觉悟还是有的。人家能看上我女婿，我这当丈母娘的，不得帮帮忙，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。算了，妈，对您来说，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，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军工厂3000多人呢，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。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，就先帮他们解决嘛。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，你们的计划里
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？所以呀，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，这不是授人以柄吗？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，那都是轻的。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，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。你说对了，人心都是这样的。你让他过上好日子，他就拥护你；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，他就反对你。妈，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。优质煤啊，现在跟军火似的，有钱也不能随便买，劣质煤又不能烧。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。你说的严重啊！现在，煤矿工人严重超编，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。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，第二呢，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。那人多了，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？可问题又来了，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？上面不会给你啊，因为没这个编制。于是上面呢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，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，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，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。我们呢，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。妈，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。我跟你说呀，马守常2口子啊，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。我们去找到他，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？我们去找到他，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？明白吗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听妈的。好，冬梅啊，秉义想干什么事儿，你就让他去干吧，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。这几天我都想了，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？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？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，能帮的我尽量帮，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。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这辈子啊碰上我是个福气。等我们一会儿啊，师傅。只能停这儿了。好，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，把东西给装进去。炳坤，啊，小光哥，哎，你咋上这儿来了？
替你姐在这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，是不是？前一段有点忙，材料送来的有点晚。好，介绍一下，我剧院同事小孔。你好，炳坤，我的前小舅子。哎，坤儿，啥时候来的？吴倩，那个坤儿来了。啊，坤儿来了。那是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。你好。哎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。这是我姐发小小光哥，你得叫哥了。小光哥，知道。对，这不是传说中的菜岛吗？我们还说呢，啥时候给我们点票，让我们去学习那个艺术。行，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。我爸不说，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，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。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，你说谁带我？他呀，根本就用不着。这阵儿熟的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，是吧？你们这不是一块儿来的哈？不是啊。对了。车呢停前面了，开不进来，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？哟，板车给借一下，那边我借一下去。哎，好啊，我跟着去。哎，坤，你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专门过来找我们的，啥事儿啊？嗨，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。你说你哥也难，3000人的大厂子，咱也不能逢人就举荐，是不是啊？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？你放心，我没给国庆说，他那人心眼小，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，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。但给他爸说了，他爸也不让说。那我看看材料去。哎，不用，咱不都说好的吗？谁住谁修，干嘛分那么清楚啊？房子我们可住，是，房子我们得住，看。咋又那么晚回来呀？下了班还是去找了他国庆。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。不用了，不泡。你心里不得劲儿吧？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。就没有别的法子了？有啊，找罗世斌呗。那，你找我找啊？那肯定你找嘛，你俩熟，是吧？你是孩子他妈，你万一真要那什么，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。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。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，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？是，赶紧去吧，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。我不，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，咋的？哎，关灯，睡觉。干嘛呀你？赶紧关灯。你还没洗脚呢，不洗脚不许进被窝。哎呀，这赶紧的吧，这着急了，关灯。不行，你给我待着啊！你先把脚给我泡了，听见没？快点。1988年11月5日，星期六。最近一直心神不宁，因为哥哥的事儿。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，其实挺高兴的。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，就特别难过。
姐，哎，娟儿，哎，我刚开完家长会。哦，月月在他屋呢。哎，你忙吧。好。请进。写作业呢？妈。写日记呢？写日记是好习惯，记忆是不可靠的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我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，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。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？月月，咱初2了，明年就该中考了。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？68、65、70、60，刚及格。我同桌说，他每及格一次，他爸妈都会奖励他，要么5块钱，要么1盒冰淇淋，要么就是1双白灰力。不是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？我意思是，就是我把你们给惯了。不是冯韵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全年级第1名，一路下滑到倒数第1，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？妈，你能别管我了吗？你一直没管好，我不也活得好好的？姐，咋的了？我得尽快把他接走。妈说的对，感情是处出来的。走了。你别。躺啊。今天你姐说要把月月接走。你咋跟他说的？他主动提出来的，我能咋说呀？他今天来过了，跟月月整的不太痛快。为啥事儿？月月说，他学习成绩下滑了，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。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，知道吗？8成是因为楠楠呗。楠楠肯定跟他说。这俩孩子打小就好，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，月月心里能得劲儿。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。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，孩子也不小。你说，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？不知道，你觉得？楠楠是咱俩的儿子。反正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的，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。他随便吧，反正我打死不认。放学啦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路过嘛，我寻思来看你。那要不咱俩正边走走？那姜快结冰了。爸，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。不全是，
你还小，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。我不小了。走，走着说。这事儿吧，当爸妈的咋说呢？别说搁以前的年代，搁现在，也不好说。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？跟医院咋说呢？啊，那不说不行，说了就得传出去，传出去了，你说你妈咋做人呢？那把我生下来，那就可以了。完是你姥说呢，那既然两边都难，就留下来呗。那毕竟是个生命呢。你姥呢不让流产，说是杀生。你妈不容易，把你养这么大，还挺优秀的。他，窦志斌，自从有了我以后，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。准确说呢是35，5块钱我跑腿费，但我没要。为啥？因为你妈太苦了呗。骆世斌也不容易，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。你想啊，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。一直给到他们被抓。这事儿，你咋看呢？爸，这事儿太突然了，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去哪儿了？这么晚回来？刚从我导师家回来，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。他说了，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，不一定能帮上你。你还去送谁礼了？说话！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。还是你告诉我的？我真是嘴欠我！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知道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，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，无一例外。你想得奖，我理解你。你送礼我不拦着，我就求你一点，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？丢你脸了？你觉得呢？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，我比你还想清高呢。说难听点虚伪。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，可我说了不算，说了不算不说，没有意义。说点有意义的。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，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，作协凭什么给我分发？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。我不能让他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下面有请第5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1等奖获得者冯化成同志讲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评委，代表获奖者发言，很荣幸。师娘，哎，烧水呢？哎呀，周荣来了。哎，你老师开会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走，进屋。哎，进屋，进屋。哎。最后，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，作为发言的结束语：赞同多元化，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、绝对标准。对一个好的作家、诗人来说，
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、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。谢谢大家。不是老王。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，正好也见见师娘。欢迎你常来啊！海燕啊，哎，小冯来了啊！师娘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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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坐，快坐，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。哦，哎，小冯，坐。啊，没事。来，坐坐。这么多书啊！王老师，你住这么小啊？这谁能想到，知名文史学家唐桂生先生的弟子、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，还住筒子楼？祝贺你呀，小冯！听老王说，你的票数还不少呢，真是才子佳人啊！王老师，您今天也辛苦了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这会儿我们走吧。哎，好，走，师娘再见。哎，小冯，你的东西，太重不拿了。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？我们路上再买，你们年纪大了，买东西不方便。多少钱呢？哎，不值钱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16.2块。哎，不要！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？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，我实在不敢写。王老师说啊，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2名，第2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，不正常，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。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。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，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。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，带着礼物，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？是文无第一，见仁见智。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？我的诗啊，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。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，特别是那些为新而新、徒有其表、形式上的新。赵赵，就诗歌来说，你不算是外行吧？你给我判断一下。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。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、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？诗歌要这样走下去，那就是诗歌的堕落。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，是堕落，高尚的堕落。把那个给我递一下。哪个？诗歌大赛的奖状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为什么要故意啊？你去找王二淼干什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，是不是？汪老师了解我，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。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，因为我也了解他，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。我就是告诉他一声，以后再有这种事儿，凭他的本心做，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，包括我。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？我认为也是。王二淼学养深厚，学贯中西，可惜呀，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。文革刚结束的时候，他还有点热度，现在呢，
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，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，在大学里更受欢迎。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，因此籍籍无名。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，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，给了他多大的面子？你给了他面子，他当然应该给你。投桃报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？你能不能小一点声？王二苗，我理解，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，现在不但不臭了，反倒变得香了起来。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，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。王二苗虚伪我理解，你虚伪是为什么？汪老师帮了你，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？只对你说。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，你。干什么？对吧？北宽，干嘛呢？没事。你打我姐？没有，没有，这干嘛呢？没有，什么没有？没有，冰坤，没有。姐，我在这儿，你干嘛呢？这是我自己弄的。什么自己这都出血了？你干嘛呢，姐夫？没事，冰坤，别这样。哪样啊？姐夫，你干嘛？没事，快坐下，来，擦擦就好了啊。行了，来给我吧，给我自己拿。没事啊？没事。别快，坐。坐。你干啥呢，姐夫？这，快坐。冰坤，坐呀。别快，坐。你误会了，我怎么会打你姐呢？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，书桌书架一放，就剩这么大点地儿，磕磕碰碰都是正常的。就是，不是你磕磕碰碰，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。你真没事，姐？没事，你啥事没有。这房子小。姐，你都副教授了，啥时候你分个房子？他导师啊，著名学者王二苗还住在筒子楼呢。你姐你别指望了，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。那得啥时候啊？年底作协大选，我刚拿了诗歌大赛1等奖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很快。冰坤。有事儿？郑娟说，你们要把月接过来住。想是可以，这怎么住啊？咋的？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？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，需要钱。我们就想着，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，搬回老屋去。但是你说搬回去，这月月也大了，跟我们一起挤过去，好多事儿不方便了。不是，那是郑娟他弟，出啥事儿了？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？万总的施主，多谢施主。师傅，我想找银杏师傅，请随我来。哎，多谢施主，多谢施主。姐，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，宗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，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，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。那他写的啥诗啊？北陀寺的风。北陀寺的风。
姐家里没报，姐也不会看报。那我背给你听啊。哎。风钻入一节残垣，刺透着凋零。云低鸦鸣，风送来阵阵炊烟，融没着香火，碎了钟声。风怀着丝丝寒意，窜入毛孔，灭了心热，唤醒无上清凉。姐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。我也不懂，反正有人懂就行。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，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，没想到卖房子？你们要卖房子？你姐夫非要卖，肯定是你老嘟囔着。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你也是，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，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，路上我歇了好几气儿。撑死了！看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，可多好吃的了，像不像？你最爱吃的素包子，这还有一盒啊，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、罐头啥的。好吃，真的好吃吗？慢点儿。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？找了。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楠楠。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什么都没怕过，倒怕起自己儿子来。哎，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，郑娟什么态度？我跟楠楠说了。郑娟，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她。那楠楠是动心了。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她谈一谈，以亲生父亲的身份。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？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见楠楠之前，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。哟，团长，窦总，嘿，哟，黎万全，久仰啊！哎呦，谢您肯定。 9个人回来8个，怎么那么晚？我老莫卖出去多少了？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？什么承诺啊？差旅费自负盈亏啊，600块钱差旅费，我就花了120，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。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，饿了吃干粮，渴了喝凉水，晚上住公园，住桥洞底下，然后我还带了凉席，火车上也能用啊。那个累了，硬座底下一铺，特别舒服一卧铺。这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，啥事也没干。这差旅费可不少啊，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。我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，给我媳妇儿乐屁了。这晚上把我折腾的。哎，说了这么半天，你到底销出去多少？82啊，82吨啊，那还能是82斤呢？我这有合同啊。这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，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。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，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。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，调研了市场，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。上什么产品，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，
企业上一款产品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，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，能源消耗、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。所以，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，小鹏提出停止拔丝生产，上电子元器件。这400吨货卖出去，转产，我们就有了本钱。小鹏，好，大家应该也清楚，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，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。就在85年，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，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呢，电子企业、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，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？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，而且得快。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，向集团提出了辞职。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，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。我个人认为，彭新生最合适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举手表决吧，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，举手。是因为手太沉了，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？那好，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，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，请举手。没有一个举手的。全体通过。水厂长，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。好的。散会。蒋副厂长。陆总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了。你们聊。石哥，对不起，你这我是对的。老话说得好，道不同，不相与谋。石哥，再说了，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儿子，赶紧去趟蕲春。听水哥的。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？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，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。我听我妈的，好好劝劝她，怕她伤心啊。我妈听我爸的。理解。这样，我去找你大爷。他是北大毕业的，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，要比你爸强得多。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，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。你觉得呢？
边走边说。钟书记哥俩练得这么好的没呀？这好啊，冬天不挨冻啊。来，真是优质美呀！来，老周，好今天的。好嘞，来到你了。真好啊！周书记，哎，老常，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，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。就这么点煤，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。这就解决大问题了，你看看大伙儿高兴的。好，门口有人找您。哦，谁呀？叫骆什么？骆世斌。对，就这么个名儿。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，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。门卫也没办法，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。老常啊，我得出去一趟，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，就说我不在厂里。好，明白。哟，这怎么随地吐痰呢？这没看着您过来，这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。你行了，别蹭了，蹭的这细菌哪都是。啥细菌呢？我可健康了。好，别蹭了，别蹭了。真没看着你过来。你跟我啊。啊？后厨叫你呢。哦，好嘞。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？啥你都管？你们是餐馆，我是顾客，提个意见不行啊？行，你是哥，你说了算。干啥？有个事儿跟你说，找个地方。这儿吧。先，啊，我跟我哥说个事儿。啊，行。咋了？骆世斌现在吉春，他去厂子找我，我没见他。他为啥找你啊？觉得你好沟通，你们是一伙的，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。行了啊，有个事儿没跟你说，觉得没必要。骆世斌给我写过信，为难呢，付了10万块钱。10万？让你来做我工作。没问，直接退给他了。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，现在看，这事儿我想简单了。随便他，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了。你们商量好了没用。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，中国很快就会有。我来，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，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。你的决定就是我的。忙吧。